Hello， 歡迎大家收看光正科普新知。這樣真的有點害羞哎，怎麼辦？講不出來。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繼續填坑就是我們臉上各個紋路的系列那這個紋路系列呢，今天來到了我們的這個另外一個部分呢，關於魚尾紋。魚尾紋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們眼尾這個地方。當你笑的時候，一看就老了，你有魚尾紋了。其實每個人從年輕的時候笑的時候，多少都會有一點魚尾紋。可是呢，年輕的時候你就不覺得它是怎麼樣，到了年紀的時候你就覺得這魚尾紋特別討厭。為什麼呢？因為你會發現一件事，這個魚尾紋呢，它會從一條好像會生小孩一樣，越來越多條，而且還不止這樣，它會像那個裂開的玻璃一樣，越裂越長，非常的可怕。所以魚尾紋大家其實都不喜歡呢，尤其是很多人覺得我年輕的時候眼睛大大很好看，怎麼到後面的魚尾紋越來越明顯？這就是一種歲月的痕跡。那到底魚尾紋是怎麼產生的很多人說魚尾紋不就打肉毒嗎？有沒有道理？有道理，可是不完全對。因為我一直在講一件事，大家可以回頭去看我其他臉上的紋路系列。我們臉上的紋路形成一定是來自於這三個原因：第一個，肌肉收縮造成的紋路；第二個，鬆弛跟下垂造成的紋路；第三個，流失跟凹陷造成的紋路。這三個在我們的臉部解剖跟生理上面，就是分別都會導致我們臉上紋路的形成。那我問你，肌肉要怎麼處理？肌肉要放鬆，對，我們要放鬆肌肉。你可以選擇打肉毒，你也可以選擇怎樣去掉一部分的肌肉，這是一個方式。那個鬆弛跟下垂要怎麼處理？提升跟收緊嘛。那流失跟凹陷怎麼處理？填充跟補充。是的，這三個其實大家一聽都覺得很簡單，很有道理嘛。可是我發現大家常常還是會弄錯，很多人誤以為填充可以拿來拉提，或者也有人說，那是不是拉提完以後，它這個肉就會長出來，就會鼓起來啦？我們這樣想都覺得怎麼可能？這不是很好笑嗎？對。可是我們就常常會有人以為說，那我這是不是打完玻尿酸就提上去了？我是不是提上去以後，整個臉就鼓起來了？其實我們這個宇宙呢，它這個物理定律就是這樣嘛，你鬆了就是該拉，凹的就是該填。我們現在就來看，根據這個觀念，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怎麼來看我們的這個魚尾紋？我們來看，這就是魚尾紋。魚尾紋它的形成就是你平常呢，它可能沒有那麼明顯，一旦你擠眼睛的時候，魚尾紋就變得很明顯。那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來看，這裡有一張圖，大家有看過一部很有名的這個動畫，叫做《進擊的巨人》。進擊的巨人，你看他眼睛旁邊有一圈東西，這一圈東西是什麼？這一圈東西它有一個名稱叫做眼輪匝肌。那這個肌肉呢，它是一圈一圈的同心圓，當它收縮的時候，就可以讓我們眼睛閉起來。那這個眼輪匝肌在外側這個地方，當它用力閉起來之後，它就會扯動皮膚，扯動皮膚呢，就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紋路。你想象一圈一圈的肌肉收縮，然後就會扯動邊邊的皮膚往內收縮嘛，眼睛閉起來往內收縮，這裡的皮膚一往內一擠，就有這樣的皺褶，這就叫做魚尾紋。所以魚尾紋最常見的第一個成因就是肌肉收縮。那大家不要小看這個魚尾紋它這個肌肉收縮，它其實有分。像我們看這個就很明顯，這隻魚的尾巴特別大，金魚尾是整個散出去的。那很多人他是屬於它的是中間的，那還有的人是屬於下半部，還是屬於上半部。所以就算這個地方打肉毒，它很簡單我們還是要簡單看，不是每一個人魚尾紋打肉毒劑量都一樣。比如說像你主要是在上半部，你就是這種上繭型的，你要看它的位置去打。但是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張圖，這個圖是西方人的，所以你去看有一些紋線，它大部分都是西方人。我告訴你，東方人的眼輪匝肌長得不太一樣。這個問我就對了，我應該算是這方面的專家了。因為其實呢，很多人呢，他對臉部的構造，他可能本來不是專門在研究臉部的構造的人，所以很多醫生他也不知道他對很多認識可能都來自於讀英文的教科書，所以他的概念中都會覺得，我們的眼輪匝肌就是這樣子。我跟你講，這都是西方人高加索人他的特色，東方人的眼輪匝肌特別大。什麼意思呢？一般西方人的眼輪匝肌，它的範圍大概就像我們剛剛上面看的，像這樣，大概到這裡。所以你會看他們的紋路，大部分就是這一區而已。東方人不一樣，東方人眼輪匝肌它通常是這個形狀的。這麼大，像我在手術拉皮，我天天都在開手術拉皮的刀嘛。我們在看就可以看到這個眼輪匝肌，很明顯的就是比西方人要大很多。我們在做一些研究的時候也可以發現，東方人因為他的眼輪匝肌比西方人大很多，所以他的開刀方法會不太一樣。另外呢，東方人的他的魚尾紋就會很長，所以你有時候看有一些長輩，他們的魚尾紋可以拉到太陽穴這個地方來，然後或者是往下拉到我們蘋果肌的上面這裡，明顯長很多。就算你是施打肉毒的時候，
時候，要去掉這個紋路呢，它的打法跟西方人都有點不一樣。如果你今天要用手術去除這樣的紋路，有沒有辦法呢？除了打肉毒之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把一部分的肌肉去掉。那眼輪匝肌這個地方，我們在去掉肌肉的時候，我們通常怎麼去掉呢？那其實它的方法是這樣，我們可以從這個耳朵前面這個地方往前做，傷口在這個藏在這個地方，然後呢，通常在手術拉皮的時候，它才有辦法合併做這個手術。我們可能把這一小塊肌肉去掉一些，然後再把這個眼輪匝肌重新拉緊。術後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它的魚尾紋也會改善。但有些人會說，那我可不可以把它肌肉去掉很多啊？我一般不是很建議，因為去掉很多，的確你以後可能連打肉毒都不太需要打了，有時候會有一點太僵。這種狀況下，你就比較沒有辦法做出一些擠眉弄眼的表情，就會比較僵。所以一般我們比較不會做到這個程度，只是去掉一部分的肌肉，就可以達到長效，不用長期一直施打肉毒的一個效果。所以魚尾紋的第一種型呢，就是肌肉型，簡單的打肉毒。你要長久持續的呢，就可以用手術把一小部分的眼輪匝肌去掉，再重新收緊，也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第二型的這個魚尾紋它怎麼形成的？鬆弛跟下垂，這個其實很常見哦。什麼叫鬆弛跟下垂？它其實簡單講呢，就是它這個地方呢，它的眼尾、它的眉尾因為下垂，然後就會壓出這個我們的魚尾紋。這個道理很簡單，就很像蘋果肌下垂會壓出法令紋，嘴邊肉下垂會壓出木偶紋，全帶鬆弛會壓出貓咪紋，這是類似的概念。所以我們來看哦，像比如說像這樣的一個案例，它眼尾是不是下垂的？它就會發現一件事，它的這個眼尾這個地方，它就算沒有笑的時候，它也會有這種什麼魚尾紋。所以這算是一種靜態的魚尾紋。什麼叫動態紋呢？動態紋就是肌肉收縮、眼輪匝肌收縮、扯動皮膚導致的魚尾紋，叫做動態魚尾紋。那什麼叫靜態魚尾紋呢？靜態魚尾紋就是你沒有扯動皮膚，你沒做任何表情，它依然會出現的魚尾紋，叫做靜態魚尾紋。像這種鬆弛跟下垂型的魚尾紋就是靜態魚尾紋，像這一種凹陷型的魚尾紋也是屬於一種靜態魚尾紋。來看哦，像這一種它就是這個眼尾下垂，眼尾下垂呢，它壓出了我們的這個魚尾紋。那這種狀況你打肉毒有沒有效？沒有，有一點點效哦。為什麼有一點點效？因為我們這個地方的魚尾紋，這個地方的眼輪匝肌，它的肌肉在收縮的時候會這樣往下擠。那如果你已經有下垂的時候，你如果會用特殊的施打肉毒的方式，它可以微微上提你的這個眼尾上面這個皮膚，大概上提1到1.5mm，很少了哈。所以如果對於輕微的人而言，你如果眼尾有下垂壓出了這個魚尾紋，打肉毒的時候，它可以上提一些嘛，那它會有一點點幫助。可是如果你已經下垂比較明顯了，像這種眼尾已經下垂比較明顯的，你看我们就可以做用手術的方式來做這個眼尾上提，它就可以同時改善你眉眼尾下垂，然後可以同時改善你這個壓出來的魚尾紋。很多人說，那這個鬆弛跟下垂怎麼做？我們要看程度。如果你今天比較輕微，你可以打一點肉毒，或者是打一點音波電波，會有一些微改善。上升的幅度，就像我說的，比1mm 多一點點啊。仔細看還是有效的，你不能說它沒有效啊，只是對，可能不一定有達到你要的需求。那你要再強效一點，有些人就會說拉線，用眼尾這個地方拉線，它的確比用肉毒、比用電音波在處理這個地方下垂要強效很多。可是我一般不喜歡這個地方拉線。為什麼？因為這個地方拉線，它是這個方向，剛拉完真的有效哦，它真的會上去。可是眼尾這個地方拉線哈，它的效果一般都非常短暫，因為我們眼睛每天眨動，在眨動，然後會拉扯它。我問你，你眨眼的次數跟你每天吃東西咀嚼的次數比起來差了多少？眨眼比較多。你在你不知不覺中，你一天眨眼要眨1萬次1萬次。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眼睛這個地方，不管是眼尾或是上眼皮這個地方拉線，你會發現它效果都不長，都很難超過半年。對於一些不敢開刀的人，我都會跟他講得很清楚。如果你真的不敢開刀，你就拉線好了。但是不然的話，我一般會覺得好像有一點浪費。那還有什麼方法？再來就是手術了。那如果你今天只是單純的眼尾下垂，現在有一種方式哈，叫做提眉眼尾。請大家注意一件事哦，提眉眼尾的影片大家有興趣哈，我們把連結放在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提眉眼尾手術跟傳統拉眼尾不一樣，傳統拉眼尾很多人傷口都是藏在髮際邊邊，千萬不要這麼做。有些
教科書都提到，因為當你的傷口藏在髮際邊邊的時候，這個傷口的疤痕後來都會非常明顯。這個傷口在邊邊，你皮膚一拉扯的時候，它這個傷口啊會變寬，會變粗，而且我們太陽穴的髮際都是往後的，根本擋不住你那個疤痕。我已經遇到好多客人來就說啊，他之前在其他地方這裡有一個傷口傷疤，修不修掉？我跟大家說，這種傷疤一旦產生的時候，它是沒有辦法修掉的，只能永遠在那個位置，這就是舊的方法。那還有些人呢，他的方式呢是把傷口藏在頭髮裡面，可是他一樣，他只單純用皮去扯，那效果當然就不持久。那真正提眉眼尾的手術呢，是一位意大利醫師 Foggi 他發明的一個方法。那後面還有十幾位醫師一直改良它，也寫了很多改良的這個研究論文。而如果剛好觀看的是醫師好奇的話，你可以來問我。所以我們用的这個方式，它的好處是它不是只有拉皮，它連筋膜會一起做，它的範圍小，它可以只單純拉眼尾，所以恢復期也短。不過先決條件就是你只有單純的眼尾垂。如果你不是只有单純眼尾垂，你連這個地方都垂的時候，你就不能只做提眉眼尾，你就要考慮做比如說內視鏡額拉。我們再看，比如說像這樣的一個案例，它的這個眉眼尾垂，一拉上去以後，你會發現它的眼皮不僅改善，看這個壓出來的魚尾紋，你看到嗎？這個壓出來很明顯，這個壓出來的魚尾紋非常明顯的改善，因為你把下垂的眼皮、下垂的眼尾往上提了。像這一種的哈，你就會看到它這種壓出來的魚尾紋就可以有一個明顯的改善。像這樣子，你看嗎？眼皮下垂，眼尾下垂，然後魚尾紋被壓出來之後，我們把它拉上去，不僅雙眼皮變漂亮了，你的魚尾紋也會跟着改善，很平滑哎。是啊，所以像這種鬆弛跟下垂導致的魚尾紋，你用適當的拉提方法，效果就非常的好。這一種你打肉毒，你就會發現效果非常的不理想，你就要用真正強而有效的拉提方式來改善這魚尾紋。還有最後一種魚尾紋，這個是最常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什麼？凹陷型的魚尾紋。大家知道眼尾這裡也會凹陷嗎？我給大家講一個概念是這樣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我之前的影片，我一直在強調我們臉有分3層，第一層是皮膚跟皮下脂肪，第二層是筋膜，第3層是筋膜室跟深層脂肪墊。你看我們小編在後面錄影一定說聽得好煩哦，每天都在講，但是它真的很重要。那眼睛旁邊有沒有深層的脂肪墊？有。你怎麼知道？你說的。這個深層的脂肪墊就在我們的眼眶周圍這個地方，就在這一區。它有一個名詞叫做束縛。沒有錯，以後你到任何一家診所，講到眼睛周圍，你只要講出束縛，對方就會對你肅然起敬，不能唬爛你，不能話術你。所以記得看我們的節目，還可以避免這種事。以後去任何地方諮詢眼睛下面的時候，我這個束縛，對方聽到哇，就不敢跟你亂講了，非常的有專業的一個詞。這個束縛呢 ，SOOF， 它就是我們眼睛下面這個深層的脂肪墊。這個深層脂肪墊它有一個特色，它隨着年齡它會萎縮，所以萎縮之後，很多人眼尾這個地方就會凹陷下去。有人說，我拉上去了，怎麼還是會有一些魚尾紋呢？難道我再拉嗎？那再拉就會變成狐狸眼？什麼叫狐狸眼呢？表演給大家看一下。所以像這個樣子，這樣是不是就很怪嘛？就是問題就是在這，它的束縛萎縮了，就造成凹陷型的這個魚尾紋。我們來看哦，比如說像這樣患者，他的確有眼尾下垂，然後他也壓出了這個魚尾紋。我們做了上提之後，眼睛是年輕漂亮很多，然後再把它這裡凹陷的部分再做一些填充，比如填一點脂肪，你不覺得眼睛看起來年輕很多很多，就會覺得好像是眼部瞬間就有電眼的感覺。像這位患者，你看，他這個眼睛下垂很明顯。然後他壓出了他的什麼魚尾紋，除了做上提之外，我們在眼尾這個地方再做一些填充，你可以看到他的魚尾紋就非常明顯的改善，那當然眼睛就看起來年輕化很多。今天我給大家講的魚尾紋，揭秘魚尾紋是怎麼產生的，一樣，它分成3種：肌肉型、鬆弛跟下垂型，還有流失跟凹陷型。你要先判斷你自己是屬於哪一型，你自己心裡面有一個底，你出去諮詢，你去做這個醫美，你才不會被話術，才不會被洗單，它很重要。因為你一旦做錯療程，就會發生一件事，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節目呢對你很有意義，你也可以把我們的節目分享給你的朋友。那你分享給你朋友之後，跟我們小編說，我們小編會把這本書的電子檔分享給你哦。如果你有一些問題，關於你在求美路上的問題，也歡迎大家可以留言給我們。如果你不好意思在 YouTube 下面留言，你想要問一些私人問題，你也可以加上我們的 LINE 或者是微信的代碼在這邊，我會幫你做一些解答。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拜拜。
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